军长们，周某今天杀你一个弟子，就等于少一个人头，这样你就无需支付更多赎金了。别杀我，我不想死，我愿意投靠黑风寨，我愿意为你们做牛做马。嘿嘿嘿嘿，这小子真怂！快看，裤裆都湿了，一定是吓尿了。如此没尊严，我这是招的什么弟子？军长们，如此怕死之辈，周某替你解决，应该没意见吧？老子有意见。这家伙好像生气了。大当家帮你小子清理一个贪生怕死的弟子，不该好好感谢吗？你这手下插话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本座今天帮你清理门户，应该没意见吧？杀我九弟，拿命来！哎！哼，住手！好强的气息！军长们确实剑道非凡，周某也不想大动干戈。你的31名弟子在我手里，3100两，便可带他们离开。难怪能忍住，原来还是想要钱呀！1两，概不还价，不识好歹！大当家，让兄弟杀了他，身上钱财一样可以搜来。这块头和肌肉是力量型选手，还是比较好对付的。六当家，杀了这家伙，为九当家和死去的兄弟报仇！挑断他手脚筋，挂在山寨柱子上暴晒几个月。老六，这小子出手极快，千万别大意。我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快。哇，这姿势！六当家的招牌武技西部画影。糟糕，预估错了，是速度型的，完全看不清这光头。太慢了，老子让你见识一下何为速度。老六的7步画影比半年前增进不少啊！以六弟现在速度，我想将其擒下也是非常困难呀。剑再快，也快不过六弟疾风般的速度。和苍蝇似的在耳边嗡嗡乱响。哼，六弟速度那么快，随便乱戳，要是能戳到，我就什么？速度太快，连你自己也掌控不住吧？白痴，不知道转下弯，非往我剑上撞。六哥，怎么，打不过本座就准备以多欺少？是你们逼本座动用底牌的。难收之刀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短？在空间戒指里的时候，至少也有1尺多长吧？这牙签就是你的底牌，你这底牌能不能切开苹果都不好说。赶快把他擒下，搜出身上值钱的东西。4个开买12段，没办法了，赶鸭子上架吧。宿主使用开印之符，难受之刀封印解除。搬开！哪来的强迫？难道那不起眼小刀会是件高品质武器？这是40米的长刀，刀长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威压，压得我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这就是难收之刀吗？这他喵的40米也忒长了吧！军长们，请把刀收起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这威压，我竟然完全无法动弹。本座40米大刀拔出来，就很难收回了，所以厚葬吧！一瞬间就同时秒杀了2弟和3弟。是我故意解开对你的威压，你才能逃过一劫。因为本座还有事要问你，而且
刚才那一瞬间离去的，不只有你的2位当家，还有100多毫无人性的畜生。本座今天便替青阳郡的百姓，替那些枉死的冤灵清理门户了。好葬吧！一瞬间就同时秒杀了2弟和3弟。是我故意解开对你的威压，你才能逃过一劫。因为本座还有事要问你，而且刚才那一瞬间离去的，不只有你的2位当家，还有100多毫无人性的畜生。本座今天便替青阳郡的百姓，替那些枉死的冤灵清理门户了。大爷饶命啊！放过我们吧！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求求您了，放了我们吧！放过？那一具具尸体会同意吗？那一个个无辜的亡魂会同意吗？今天由我来做你们的杀神。大当家，现在只剩我们2人了。本座让你先跑39米。郡掌门饶命啊！我会把贵派弟子都送回去。大当家，本座很好奇，你为何会突然盯上我铁骨派？周某对不久前的百宗招募略有耳闻。哈？本座希望听到实话。灵泉宗，是灵泉宗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劫持贵派弟子，取你性命。上路吧。剿灭山贼226人，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为民除害，奖励50点贡献值。警告：宿主使用难收之刀后，强制虚弱30分钟，期间没有任何利器、任何防御，3岁小孩都可以随意杀之。你呀，不早说！还好将这些人渣全剿灭了，而且你们也可以瞑目了。掌门，这要是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？很简单，我做掌门，你做大弟子。认真的吗？不过那家伙的底牌也是一个接一个，或许……掌门，你总算想通了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先报关。青阳，30多个弟子都在山下，你派人去接一下吧。啊？对了，走之前你不是说要翻修内院吗？拿去。金条，掌门，难道你把黑风寨？黑风寨，本座顺手灭掉了。大人，黑风寨200余山贼，从伤口看死于同一武器，而且从尸体位置推测，很有可能死于同一人之手。同一人，看来我青阳郡出现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！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，系统爸爸。现在弟子和门派都准备就绪了，需要准备门派的基本修炼心法，可是商城里却没有合适的选择，只能花10点贡献值刷新看看。可是系统说刷新是完全随机的，有可能花钱买了个寂寞，而且按照我以前的飞球属性，说不好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这个是神品初级心法，脱飞入欧啦！宿主运气真好，这种神品心法能在初级商城刷新出的概率不足1%。芊芊、青阳，快来大殿开会。掌门心情看起来不错哦。
本座决定了我们门派的头等大事——校服。校服？我已经设计好了，青阳，你到镇子找家不错的裁缝店定做一下。可是掌门，头等大事不应该是传授弟子们入门心法吗？而且这校服的胸口开这么大。闭嘴！你又不是甲方，不许提意见。至于心法，便是我派独门秘籍《易筋经》。宿主兑换心法完成，自动开启门派功法功能。门派功法有什么作用？门派功法仅限门派掌门、弟子修炼，外人不可修炼窃取。弟子如若被驱逐、叛逆师门，或丢弃、告知、透露他人，也会被强行抹去功法记忆。版权意识这么强的吗？那就不用担心神品功法会引来别人的觊觎了。掌门，就先用我独创的《易筋经》来当门派心法吧。就先用我独创的《易筋经》来当门派心法吧。复制秘籍还花费贡献值。青阳，你就把这些秘籍分发给弟子吧。掌门创了一种心法。哎，这口诀好玄奥啊，简直将玄和易完美结合。这《易筋经》绝非父亲花重金买来的中品心法可比，莫非会是上品心法？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吧。多谢掌门。掌门，如果你创的心法没弟子修炼的心法高，可以不学吗？芊芊，你修炼的心法如果达到神品，可以不学。那我看看再说。是害羞了吗？看来冷得不够彻底。掌门救命！你小子怎么自己把自己系上了？还是死扣？尝试一下《易筋经》嘛。心法看似通俗易懂，其实玄妙莫测，绝对货真价实的神品心法。开麦武者绝不可能创出神品心法，莫非铁骨铮铮派真是没落的上古宗门？太好了，运行了几个小周天，和我的太玄冰心诀完全不冲突，一起修炼的话，或许可以更早报仇。看来小乔铁骨铮铮派了，更是小乔的掌门。系统，为什么我参悟了半个时辰，腿都坐麻了，毛反应都没有？宿主资质太差，哪怕《易筋经》通俗易懂，也要比别人更难修炼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如果没有系统，连个屁都不是？恭喜宿主，理解力 max。一个时辰不行就一天，一天不行就1年。本座不信，不靠系统，我自己就练不成。嘿咻！哈哈哈！本座不眠不休，总算可以运转小周天循环了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“天道酬勤”，技能捕捉40奇力，共奖励30点贡献值。看来系统也不希望我过于依赖它，还好我够努力。掌门，我刚运行了2个大周天，不知道怎么就感觉快可以突破开麦11段了。凡尔赛妖人，给我滚出去！哈哈，我开麦4段了。学了易筋经后，你是咱宿舍最后一个突破的，还好意思愣叫？来，把爸爸枕头拿回来。滚！修炼易筋经10天时，9人突破到3段，5人突破到4段，1人突破到5段。20天的时候，全部弟子均已提升1段。掌门，这么多弟子在同一天冲麦成功，是多么惊世骇俗啊！青阳，这种事情以后会很普遍，你作为2弟子要学会适应才行。
知道了。掌门能创出这种心法，真乃神人也，是弟子大惊小怪了。那弟子下去安排师弟们的下一步修炼。这么快就集体出卖成功，我派强大起来指日可待。不愧是神品功法，就是可惜没刷新出洗髓经。看来我是离不开非洲这片大陆了。积攒了1天的灵能来出卖，今天又失败了，5成的成功率，全派只有我没出卖成功了，欺负我翻品灵根呐！宿主，推荐你一个丹药，可以帮助你哟。啥？提升5倍灵性凝聚，这可是修炼的好东西，买！运行个小周天，灵气就铺天盖地涌过来。这就是青阳他们平时吸收灵能的速度吧？真是难以想象的快乐。青阳是圣品灵丹，吸收速度比这快多了，他的快乐你想象不到。滚！哇！开麦11段，神品易筋经加上聚气丹，还是冲击了5次才成功。本系统愿称你为最强飞球。聚气丹功效上备注仅限掌门使用，那是不是代表也有适用于弟子的丹药？不错，会飞球啊不，宿主的智商点赞。我推荐一款比较合适的产品。1点只能用1天，太少贡献值了吧？我现在的全部资产也就够开1个月。弟子变强，门派就强。推荐宿主购买指数5颗星。好吧，信你一回。宿主消耗10点贡献值，获得一件出品弟子灵气阵，门派贡献值剩余30点。还有说明书，先长按电源键3秒。掌门，不好了，有人在山门闹事。闹事？又有野怪来送经验了。给我打，狠狠打！一个臭要饭的，也敢偷我们艾家的丹药！别看修为不怎么样，跑的倒是挺快，害得本公子还得跑到这荒山破宅子的地方，脏了我新买的云履靴。给本少爷往死里打！住脚！这里是我铁骨铮铮派地盘，想打架就滚远点打。这小小铁骨派敢让本公子滚，是不是傻？公子，公子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不自觉就一脚踹上去了？公子，醒醒啊！公子都敢打，你们铁骨派等着灭门吧！艾家这么厉害，敢灭我铁骨铮铮派？集体升一级后，团结凝聚力就是高啊！掌门，艾家是胡杨城经营丹药的第1大家族。竟敢踢本少爷挨揍的脸，去把你们掌门叫过来，跪下来道歉！怪不得见你就想踢你，原来是因为你叫挨揍啊！臭小子，本公子一定让你们掌门逐你出师门！不用喊了，本座就是掌门。铁骨派掌门，你以为躲在暗处派个小鸡崽出来糊弄，本少就会善罢甘休吗？你是傻子吗？老子站你面前这么大一个掌门，你看不见吗？滚！公子，咱们先撤，下次再找回场子。青阳，本座就这么不像掌门吗？掌门，你振作点啊！断了8根肋骨，同时内脏有破裂的迹象。他最多能撑2个时辰，可普通医者肯定束手无策，除非用我派从上古流传下来的丹药，方可让他化险为夷。那种瞬间恢复的丹药，你以为是糖豆，
说有就有。我现在还真有一颗现成的疗伤丹，你们说是哪？贵，但有时候现实是很残酷的。给你用药时，本座并不知道这药效会如此强，如今知道疗效，自然不会随随便便拿去救不相干之人。掌门是后悔先前为我服用那颗疗伤丹了吗？因为救了你，你才得以加入铁骨铮铮派，成为二弟子。如果当时不救你，才是一件让本座后悔莫及的事情。一颗疗伤丹让本座收了一名天资卓越的弟子，希望这次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吧。你真要救他？你真以为像二师弟这样的天才，随便救下来一个就是吗？也许运气好呢。少年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为了救你，耗费了本派正派之……军掌门，掌门，请让我加入铁骨铮铮派吧。我还想着铺垫点前戏再问你，你倒是直捣黄龙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萧醉起，溧阳城萧家嫡系。你就是萧醉起，1000年一遇的极品灵根天才。我叫萧醉起，溧阳城萧家嫡系。你就是萧醉起，1000年一遇的极品灵根天才。哦吼！萧醉起，青阳郡溧阳城萧家嫡系，极品灵根，整个青阳郡无人不知的天才。然而不知何故，灵根退化到低品，12条主脉再次缝合，修为荡然无存。因为灵根修为倒退，他的未婚妻带人来萧家悔婚，狠狠将其羞辱一番。后来萧家觉着丢人，将他逐出了家门。欲知后事如何？青阳，没想到你体内还燃烧着相声之魂，这小子妥妥的废柴退婚刘男主啊！那我就是他的老爷爷喽。掌门，你愿意招一个废物吗？当然不愿意。我也知道自己不配做铁骨铮铮派弟子。军掌门，多有打扰了。萧公子，你只要留在铁骨铮铮派，在掌门教导下，肯定会找回失去的。出门左拐就是悬崖，想死就跳下去，也许因此获得奇遇，走上人生巅峰。从我变为废物的那刻起，就注定不会再有什么奇缘和机遇了。奇遇是给有准备的人，这世上没有天生强大之人，只有天生要强之人。被未婚妻悔婚，你能忍受吗？被家族唾弃，你能忍受吗？你不想再次变强，告诉那目光短浅的女人，那群冷血的族人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言止于此，要滚就赶快滚！军掌门，我想加入铁骨铮铮派，我想找回失去的一切。过往你压抑太久了，接下来，本座带你重拾荣耀。让一个极端消沉的家伙恢复武道信心，请叫我嘴强王者。门派弟子资质普遍不高，如今又收一个废物，只会拖累门派发展。你不觉得把他们培养成强者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？再说你不还出了个支线任务吗？赚了5个点。对了，加上醉己，门派人数又达到100了吧？门派任务可以开启了吧？系统检测成员已满，且弟子全在门派，符合要求，门派任务启动。这么多吗？而且这都什么任务？挑粪上菜的。宿主如果不满意任务，可花10点刷新。扫扫地、找找狗蛮好的，这些弟子也该历练历练了。青阳，
带弟子们来接任务啦！修炼的真谛便在日常的劳作中，听懂掌声。老爷爷，你想写什么信？啊？您是要写什么信？啊？您是要写什么信？啊？您是要寻常笑？你死定了！系统，你看，我对花费贡献点已经过敏了，希望这次的10点花得够值。力量测试机可精湛测试力量数值，宿主每隔一段时间可以测测自己和弟子们的成长。我来试试。宿主现在的力量是1800斤，同级别的开麦11段武者大约只有1500斤。是因为易筋经吧？我再试一次。寻常笑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这浑厚的沙哑的男低音都有点千里传音的感觉啊，是来了个很不好惹的敌人啊！仙仙，你回来了，外面你有看到什么敌人吗？有着低沉而性感的嗓音。寻常笑，知道给一群耳背的老人写信多费嗓子吗？原来是你的声音啊！冷静啊！我甜美可爱的少女音。